福生无量天尊，道有慈悲。这一章，我们一起来解读《道德经》的第32章。还劳请诸位道友多多点赞和分享，一念随喜，功德无量。我们活在一个被命名覆盖的世界里，从出生开始，名字、身份、职称、品牌、岗位，层层叠叠地覆盖在我们身上，仿佛唯有被命名的才真实存在。但越是习惯在名称中辨认事物，我们便越容易遗忘那些无法被命名的，往往才是真正根本的存在。但当我们回头看《道德经》第32章，老子却带来了一个让人几乎无法接受的说法：道常无名。这是一句极其深沉的话，它不仅是哲学意义上的断言，更是一种对现实世界认知方式的根本挑战。无名意味着无定义、无边界、无设限，而我们现代社会的体制运作，恰恰就是建立在明确边界、细致分工、精确分类的基础之上。我们对有名的执着，甚至已经变成了我们理解世界的唯一方式。但老子却提醒我们，真正根本性的力量不属于那些可以命名、可以控制的事物，而属于那个无法被名词拘束的朴。老子说：“道常无名，朴。”这一“朴”字，在古汉语中，不只是指未经雕琢的木材，也是一种质朴无华、未被人工修饰的状态。这个状态在今天已经非常罕见。我们的工作和社会生活充满了流程、评估、绩效、优化、反馈，而一个人的价值也往往要靠一份履历表、一个岗位编号来体现。但恰恰是在这种制度化、名目化的极致运作中，人会失去对最根本本源的连接。朴虽小，天下莫能臣。老子这句话并不是在说朴是软弱的，而是它虽小却不可被控制。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一个反逻辑句式。真正的强大并不在于其外在的炫目，而在于其内在的不可征服。朴之所以不可臣服，是因为他本来就没有把自己置于权力结构之中，他不在名分中，不在等级内，所以也无法被系统化的权力所征服。放在现代社会的脉络中看，我们所生活的工作制度、社会制度，无不是通过有名来达成秩序化与控制的。这种体制建立了流程、规章、规范和目标，看起来像是维持公平、效率与成长，但本质上它也很可能在悄无声息中把朴的力量给逐步削弱了。比如在职场中，一个人的贡献越来越需要通过报表和数据来证明，哪怕有些成果是难以量化的。比如对团队氛围的影响，对客户信任的建立，甚至只是维持某种默契的合作状态，这些朴的价值往往无法命名，也无法被直接评估，久而久之也就被视为无用。但老子提醒我们，若侯王能守之，万物将自宾。意思是说，如果执政者，或者更广义地说，掌权者、制度设定者能够守住这个无名的朴，那么万物都会自然归顺。这里所讲的自宾，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归附，不是靠强制或命令，而是因为那份源头的自然吸引力，让人心悦诚服。这句话在当代社会制度建设中的意义非常深远。如果我们所设定的社会制度、组织规范、公共治理系统能够保有朴的空间，不被过度干预，不用一切都量化、名目化、绩效化，那我们也许就能释放出更多人性化、创造性的潜能。比如一个有弹性的工作制度，允许员工用自己的节奏完成任务，而不是强行统一进度和流程，可能反而能激发更高的责任感和创造力。比如一个城市治理系统保留一部分非正式的人情空间，
也许更能维持社区的韧性与互助精神。老子紧接着又说：“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这句话的诗意非常动人。天地之间如果相合，就会自然降下甘露，而百姓无需命令，自会均匀受润。这是一种极为理想的社会状态，充满了自然与人文的和谐气息。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总是强调制度设计、政策导向、流程优化，但这句提醒我们，真正的治理智慧有时候不是管得多，而是干预的少。让系统内部自行调整，让人民自主生长，这或许才是道之所以为道的关键。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老子给出的答案是知止。他说：“使之有名，民意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这里提出了一个十分关键的观念：止不是放弃，也不是保守，而是一种在适当时刻能够克制扩张、终止干预的智慧。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很容易陷入一种无限扩张的幻觉，名誉越多越好，资源越多越好，权力越大越好，掌控越精细越好。但老子提醒我们，懂得在命名之后适时停止，是避免系统崩坏、社会失衡、制度崩塌的根本之道。从当代工作场域的视角来看，知止也许是管理者最难学会的一课。我们习惯于设定目标、驱动团队、优化产出，却很少反思这些机制在什么时候需要止。比如一个企业在扩张期不断推新制度、引进新工具，但到了某个阶段，如果不止，很可能反而会把员工推入过度压榨的焦虑中，让组织反而失去活力。一个团队若没有空间喘息，没有沉静思考的余地，最终往往会陷入高绩效短视、低创造、低忠诚的困局。老子最后用一句非常形象的比喻来总结他对道在人间运行状态的理解：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也就是说，道在世间的存在状态，就像川谷之水归于江海，是自然汇聚，而不是强制灌输。这种比喻极其深刻，它暗示我们，道的力量不在上，而在下，它是承载，是包容，是引导万物流动的最低处，而不是我们现代制度中常见的命令上达、责任下压的垂直结构。这段教导对于今天构建一个更具韧性与包容力的社会制度而言，是一种值得深思的古老智慧。我们是否能把道的逻辑真正应用到制度设计当中，让制度像江海一样成为万物的归宿，而不是牢笼，让规则像山谷一样引导而非压制？如果说第32章讲的是无名之道的原则性精神，那么它真正的挑战不在于我们是否认同这套哲理，而在于我们能否在现实的工作逻辑和制度操作中为这种无名的力量保留空间。也许不是完全弃用命名，而是在命名之后学会知止；也许不是不制定制度，而是在制度之外留下漂的余地。一个真正有智慧的治理者，不是制度的堆砌者，而是朴的守护者。一个真正有自我修养的人，也不是不断包装自己以获得名誉的人，而是懂得在一切定义之前，回到那最本真的不加修饰的自己。下一章，老子将进一步从道之常性的角度出发，探讨王侯治天下的方式，以及道如何既不可执又无所不在。那一章将更深刻地挑战我们对治理与领导的理解，值得我们一同继续深入。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感悟，《道德经》的智慧应该被更多人看见。关注频道，我们下期再见。